让自己看起来狠一点。这个第一次入狱的少年剃光了留了1年的长发，他觉得只有这样才不会遭受一些变态犯人的骚扰。但等他真正与这些罪犯共处一室的时候，才发现事实却并非如此。与他同样短发的狱友此时正沦为3个变态消遣的工具，而为了自己不会成为下一个被欺负的人，少年将希望寄托在了监狱黑老大林奇的身上。看着林奇正在下棋，而自己也拥有相同爱好，约翰便鼓起勇气走了过去。Fuck you. Bad move. What? He's got you checkmate. It's alright. What? He's got you checkmate in 3 moves. 林奇非但没有对这个愣头小子充满敌意，反而让约翰示范给自己看。但等到约翰打算搬把椅子坐在旁边时，林奇却马上转变了态度。I didn't tell you to sit down. It says show me the move. 坐在旁边会让其他人误以为两人关系要好，林奇才不会让少年轻易得逞。而果然如少年所说，简单3步，林奇就被将了军。You fucker. 但下棋归下棋，林奇并没有给少年套近乎的机会，而是漠视地将其赶走。因为长期遭受变态犯人的欺负，狱友小白已经开始磨尖牙刷，打算做最后的困兽之斗。而在约翰看来，以小白单薄的身体，就算反击也是无用功。第2天，小白将磨尖的牙刷藏在身后，准备反击，而3个变态也如约而至地向小白走来。约翰看出情况不对，率先一步赶到小白身旁，他故意推搡小白，并让小白打自己。两人冲突之下，狱警立马赶到，而见狱警出现，变态们马上后退。就这样，约翰用自己的小聪明保护住了小白。坐在一旁的林奇也开始对这个少年刮目相看，因为主动闹事，约翰被关了几天的禁闭。等他出来的时候，林奇亲自去接了他。他告诉约翰，最好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就他那点小伎俩，根本不能一劳永逸地保护小白。看着小白依旧任人宰割，约翰也无能为力。而再次被欺负的小白当晚就选择了自己，那把本该反击用的牙刷，最后却用在了自己身上。小白死后，变态将目标锁定在了约翰身上。See you around. 在被变态恐吓后，约翰也开始磨尖牙刷用以防身。很快，约翰就被那3个变态尾随。他把希望寄托在林奇身上，并故意朝着林奇牢房的方向走去。好在关键时刻，林奇走出牢房，并将约翰带进屋内。Got a problem, have we? Fuck off. Who is planning on? You heard the man. Fuck off, Trunk! 变态们不敢硬刚，便被林奇的手下赶走。而此时，林奇正给约翰介绍一种名叫悲伤之子的棋局。这种棋局一旦开始，就没有平局这一说，要么生，要么死。而就像面对这几个变态一样，没有什么折中的办法，要么一劳永逸彻底解决，要么就是一直忍受欺负直到出狱。 No, son, I can solve this for you. But then I'm gonna need your help on the outside. To do what? 如果帮约翰解决麻烦，那约翰就要帮自己越狱。林奇知道这种事不好决定，他给约翰时间回去考虑清楚，但变态们可不会给他时间。第2天，他们直接将约翰抓进厕所，准备教训一顿。关键时刻，林奇带人出现了。This is none of your fucking business. Oh, the business model's changed, Dave. 林奇将约翰独自带出，剩下2人彻底解决了变态。突如其来的变故令约翰有些慌乱，但是已至此，约翰也没有回头路。6个月后，约翰顺利出狱。他按照林奇给的地址去找了当地的一个商人山姆。山姆与林奇是合作伙伴，两人一起干了很多不法勾当。他让侄子小乔将一个行李箱交给约翰，但小乔却对约翰略有敌意。约翰先被安置到酒店休息，行李箱里是林奇几人的新护照和衣物，同时还有一把手枪。就在约翰把玩着手枪的时候，一名叫塔莎的女孩出现了。女孩说自己为山姆工作，并将一些现金和一部接受命令的手机交给约翰。第2天，约翰按照手机的指令来到一名武器商的家中。如果要帮林奇越狱，那么武器是必不可少的。Russian grenade. Actually, now give that pregnant blow us both up. MP5K, Special Forces. M4, Infantry. M60, Rambo 3. What's in that? Oh, that's just my own personal use. RPG-7 for the invasion. 而对于约翰这种小白来说，武器商必须要亲自培训他一段时间。 It's a bit different when you're shooting at real people. 经过几天的培训，越狱行动也就开始了。约翰先是来到一处风景区，坐上了观光的直升机。等到直升机足够远离景区中央后，约翰便拿出武器挟持驾驶员。 而另一边，林奇也已经带人做好准备，他们故意引发冲突，从而挟持一名守卫。在命令守卫打开放风区的铁门后，约翰也如约而至的赶到，在火力掩护下，林奇顺利拿到武器。他们并没有伤害守卫，只是设计空地不让其他守卫靠近。掩护之下，3人顺利登上直升机，直升机降落在提前安排好的地点。就这样，几人换上衣服，坐上汽车，顺利的逃脱。几经周转后，几人停靠在一家快餐店的门口。此时，收音机正播报逃狱人员的信息。 Notorious armed robbers Brendan Lynch and Craig Sterling and convicted rapist Mervyn Ryder. Did you know about that? Tell me it's GBH. He comes the fat fuck me. 强奸犯这种罪行最令几人唾弃。等到梅尔夫买快餐回来之后，林奇便拿着武器走了下去。 You shouldn't have lied to us. 在狠狠教育梅尔夫一番之后，林奇抛弃了他。之后，3人来到商人山姆的豪宅，因为刚出来大家都没钱，山姆便给林奇介绍了一单大活。
他发现矿场里面有大量的黄金，只要能抢走6块金砖，就能得到450万。面对如此诱人的数字，林奇当然愿意干。晚上豪宅内举办派对，约翰似乎被这个叫塔莎的女孩吸引住了，但还没等两人聊上几句，山姆的侄子小乔便出现捣乱。约翰被小乔推进水池，而因为不会游泳，约翰一直在呛水，直到塔莎下去才把他救上来。丢尽脸面的约翰准备回酒店，而此时身后的塔莎开着豪车出现了。塔莎带约翰来到一家中餐店，约翰旁敲侧击地询问塔莎与商人山姆的关系。其实塔莎就是山姆养在身边的一只笼中鸟，过着不为钱烦恼的生活，但就算想逃也逃不了。而因为与塔莎的接触，林奇对约翰极其不满。Listen to me. You listen very fucking carefully, right? You do not bend the rules for a piece of skirt. No. You stop thinking with your bloody dick and get with the program or you are fucking out, right? 因为现在主要任务是抢劫黄金，节外生枝自然会令计划变得危险。为了能在得手黄金之后顺利逃脱，林奇还特意找了自己曾经的伙伴加入行动。晚上大家聚在一起部署计划，在确定逃跑路线之后，林奇让小乔和赛车手守在门前接应，自己和约翰负责进去搬黄金。I'm supposed to be on the goal. You'll be front of house. If you don't mind, I want Josh on the goal.I do mind. In the light of certain concessions. 看来山姆和林奇也并不信任彼此。面对山姆的坚持，林奇只能妥协。小乔小人得志，便开始嘲讽起约翰。Tia, what'd you say? Just don't cry. Come on. 再次冲突后，约翰只能先行离开。第二天，大家准备武器行动也就要开始，但约翰却没有准时来集合。What the fuck is this? Sorry, I'm late. There's no margin for error. 林奇不知道的是，昨晚约翰一直与塔莎在一起，两人的关系已经更进一步。约翰还答应塔莎，只要行动顺利，拿到自己的那份钱后，就带着塔莎远走高飞。到了凌晨，几人伪装成维修人员进入到矿场。林奇打开通风口后，让约翰独自潜入进去，只要在里面坚持到天亮，工人来上班，就可以从通风口跳进去开始行动。天亮后，矿场工人已经开始工作。林奇几人控制住监控室后，向约翰下达指令。Go now.就这样，大家顺利进入目标地点。小乔负责看守工人，剩下的人开始等待金砖冷却。因为毫无经验，这个不成器的小乔居然开枪走火了。What the fuck is going on here? Open the door! 而此时警方已经出现，包围了这里。好在林奇反应及时，命令大家按照计划撤退。在装好金砖之后，大家伪装成矿场工人一起走了出去。因为分辨不出哪个才是劫匪，警方也不敢开枪射击。而林奇却抓住机会，马上开火掩护，并打爆了几辆警车的轮胎。紧接着，赛车手立马赶到，大家在火力掩护之下顺利上车。但面对追捕，坐在后座上的胡子叔不幸中弹。为了不让大家混淆人物，在这里介绍一下，胡子叔就是与林奇一同越狱的那人。胡子叔平时对约翰很是照顾，所以面对这种情况，约翰十分痛心。临死之前，胡子叔托付林奇要将自己那份钱交给自己的女儿。话音刚落，胡子叔便停止呼吸，倒在约翰的怀里。约翰转眼望去，一群和自己年龄相仿的少年正骑着单车游玩在球场之中，而现在的自己却处在生死逃亡的路上。躲过追捕后，几人将车开进提前准备好的货车里面，再开着货车与山姆会面。刚下车，小乔就开始向舅舅告状 Piece of shit took me off the goal and broke my fucking nose! What the fuck happened? I gave him a gun, he fucking shot someone! 看着林奇手下的死亡，山姆也没再多说什么。在得知林奇到手6块金砖之后，山姆很是开心，但这批金砖必须要送到墨尔本找人交易后才能换取相应的钱，而这件事就交给山姆去运作了。之后，两人将胡子叔的尸体与车一同推进湖里，这也算是送了胡子叔最后一程。另一边，准备要和约翰远走高飞的塔莎正在收拾行李，但此时山姆的一个手下却突然造访，这人是山姆派来暗杀塔莎的。山姆为了能独吞金砖，准备连同林奇、约翰一同解决。得知真相后，塔莎拼命反击，在打晕男人后，塔莎连忙给约翰发了消息。Natasha, run Sam set you up. 果然如塔莎所说，现在林奇的酒店已经布满警力，看来山姆已经出卖了他。看到这一幕的林奇立马给山姆打去电话。Why did you do it, Sam? I don't know who I'm talking to. Yeah, you're damn right about that. Keep an eye on the street. 这座城市对两人来说已经不安全了。林奇带着约翰来到自己哥哥的墓地，在这里他挖出了一些之前藏在这里的现金。既然山姆要在墨尔本卖掉金砖，那两人现在就要赶往墨尔本。而得到消息的塔莎也同样上了前往墨尔本的列车。达到目的地后，三人住在一家旅馆。此时电视上正播报着两人的信息。林奇让塔莎去买点吃的，顺便让他去给胡子叔的女儿寄一些钱，但塔莎并不愿意听从林奇的指挥。看到心爱的女人被打，约翰一气之下与林奇厮打在一起。Say fucking mercy! Fuck yeah! Say fucking mercy! I'm done with this shit. You can find yourself another monkey. What are you gonna do? Hey, run off with that stupid cow? You don't know shit about her. You say that like you know her!
Seen too many good men do prison time for butts like that. 在买完吃的后，塔莎已经被一名杀手盯上。此时林奇交给约翰一捆现金，他让约翰用这笔钱把塔莎打发走。林奇认为塔莎就是个累赘，早晚会害了两人。而此时塔莎已经听到了两人的对话，看到约翰拿起现金后，塔莎失望地转头离开。约翰见状立马追了出去。对于塔莎而言，林奇只是在利用约翰，他觉得最后林奇会独吞金砖，然后再解决掉自己和约翰。 而此时杀手已经进屋控制住了林奇。杀手是山姆派来的，但他并不知道关于金砖的事情。林奇抓住了这一点，他承诺杀手只要与自己合作，等到金砖到手，自己会给杀手10万现金。 I don't know what they're paying for the murder, but I'm pretty sure it's not that, eh? 在金钱的诱惑下，杀手心动了。有了杀手的帮助，他们便提前埋伏在金砖交易的地点，而负责交易的正是小乔。 Okay, look out. 就在交易马上完成的时候，杀手突然出现。 在顺利解决掉几人后，他们将小乔单独抓走。出于安全起见，金砖被小乔藏了起来。而为了能从小乔嘴里撬出实话，他们将小乔放进冰箱关了好一阵子。等到他出来之后，也就不敢说谎了。在一个停车库内，两人顺利拿到金砖。而此时，林奇决定要回去找一趟山姆。面对山姆的背叛算计，林奇没有多说就解决了他。 解决山姆之后，两人再次回到墨尔本。林奇将金砖藏在床底，不管什么时候他都格外小心地盯着约翰，就连洗澡的时候，他都要求约翰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以免约翰单独与金砖接触。 Told you to sit where I can see you. I'm just watching TV. Sit there. 在买下一艘船之后，两人便坐船准备去和买主交易卖掉金砖。而此时，林奇却将枪口对准了约翰。 I'm sorry, kid. This i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you. I don't want your death on my conscience, so I was thinking, what's a fair price for a young bloke like you? And I came up with half a bar. 350. Half of 4 million is 2 million. You fucking used me. I'm offering you $350,000 fucking dollars. You don't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anymore. 千算万算的林奇绝对不会想到自己会被这个年轻人给耍了。林奇打开装满金砖的箱子，却发现里面都变成了铁块。而此时，约翰将电话交给林奇。 Son of son. What? No half measures, right? If you shoot me, she'll call the cops. 电话的另一边正是塔莎。原来约翰与塔莎一直没有停止联系。约翰在明处，塔莎在暗处。在旅馆的时候，约翰就将金砖的位置寄给了塔莎。而等两人出去买船的时候，塔莎在趁机潜入，将金砖换成了铁块。被耍的林奇一气之下将约翰推进海里。 但又想到约翰不会游泳，林奇又把他拽了上来。好在约翰只是呛了几口水，没有大碍。 Didn't it occur to you that she could just run off with all the fucking gold? I didn't. Fucking idiot. 约翰让林奇留着手机，自己会将另一档黄金的位置告诉他。随后，约翰与塔莎终于得以团聚。一段时间过后，林奇正在公用洗衣间洗着衣物，但一转身却发现身后的女人不见了。女人留下了一本杂志，上面正是通缉林奇的信息。他望向门外，外面变得出奇的安静。他知道自己被包围了。 时间飞逝而过，这天在牢里的林奇收到了一封信件。 Next time you're in Darwin, make sure you pay your respects to Albert's cousin Thomas. 属于林奇的一半黄金已经被约翰换成现金埋在墓地里面。信件里面还有一张塔莎怀孕的照片。看到这的林奇露出了笑容。这一刻，他为这个如同自己儿子一样的约翰感到欣慰。